那我先说吧，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片段，是因为它很难拍。其实我想特别说一下那个于涵和丁真这俩，因为也是在我们青春剧赛道的，就他们两个人其实因为戏不多嘛，但是我是觉得他俩特写都好扛哦，太扛了，特别是于涵的那个特写那个破碎感，我觉得非常大啊。然后丁真也是怎么能够有喜剧的特色出来，我还是蛮惊讶的啊。就是他俩就没演，他俩就演自己，就是那种懵懵的，一看就很容易被欺负的那种。然后你反而觉得他很真实。在这个里面，我最喜欢的，我觉得就是兄妹俩。谢谢老师。其实以前我对于晓彤的印象，她应该是没有演过类似这样的片子。但是他来演这种没有刻意搞笑，我感觉是他的个性带来的一些台词的这些变化，让我觉得很多笑点，也感受到了这个既当爸又当妈的哥哥的无奈和就是老好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表演的挺好的。然后更有惊喜的是钟丽丽，其实你戴了一头红发什么，我都没有看出来你是谁。一开场坐在那儿，然后你的脚就在那儿点地，我觉得就在一个动作，你的人物形象已经出来了，就是一个混不吝的不良少女之类的这样的感觉，所以你们俩是我觉得这一段里面我最有惊喜的。英雄所见略同，我看了这个片段以后啊，我就认为这个兄妹俩演得好。但是丽丽，我感觉你就是有一点点在演拨头发，就是你觉得你真实生活当中你会这样拨吗？其实不会，就是你的头发在这儿，你可能也就轻轻拨一下。可以了，已经可以了，爸撩头发。我觉得那个头发帮了他大忙。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它是有层次的，就一开始你没有你哥来的时候，你还是会有点害怕，毕竟你在警察局。然后等你哥一来了，哥，你终于来了，马上就不一样了，就开始这拽了，我哥来了。就是我觉得他整个人物的这种层次感来讲，可以再多分析分析。我不同意刚才这张萌说钟丽丽那个，你可不了解一些孩子，他这点事儿把这俩男生打了，坐在派出所那儿，他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他不会有那种紧张状态，他那脚那个那是毫不在意，不以为然，他绝不是紧张。那要看他进去过多少次，如果第一次还是会紧张吗？哎呀，你们现在对20岁、18、19岁不了解。我现在我那个戏全部都是00后演，关键他非常知道他自己犯的是什么错，不就把这俩孩子打了吗？哎呀，对吧？你到医院去也就是个轻伤，所以他根本就不在乎，他还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他根本没必要去紧张。所以钟丽丽的表演是非常准确的，各种性格都可以的，对，看导演怎么处理。那我期待，那你应该更加夸张一点，就更混不吝一点。就是我会觉得这段喜剧其实它是有一点走荒诞主义的，它是更夸张一些的，它不是正常的生活化的喜剧，所以就是可能大家的理解会不一样。因为我一开始把这个本子改了以后，我就把整个故事告诉他们，然后让他们自己想，你们该怎么演。因为我觉得喜剧是戏能够带动演员，所以他们是自发性去演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发挥得很好，因为这个是喜剧里面最难的，就是前面很好笑，后面很感人。这是最卖座的喜剧是。对。所以呢，我认为你们这次来的挑战，我要鼓励你们要争取去试喜剧啊，好吧？好。就是老师，我还想争取一下，就是因为我确实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比较很张扬，然后很混不吝的一个女孩子，拍的真的好开心，所以我就是想说，如果要是各位老师手上有这种类型的女孩的话，我下一次会准备的更好，然后我争取一下机会，给我的 offer 吧。我觉得钟丽丽我可以给你一个啊，真的吗？因为我这儿叛逆少女都特别的多，然后我是刚才看到你那个，我是觉得你有可能性。我希望我可以让大家看到，很不一样的钟丽丽。哎，谢谢老师，我辛苦围上来了，谢谢老师，谢谢啊，谢谢。哦。然后我还想特别说一下，就是刚刚这个戏里的演员，其实我想全员发，
因为我下半年正好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剧，叫做《剧过瘾》啊，也是我第一次去尝试喜剧，所以我今天为什么看到这片子我很兴奋，觉得我学到很多的东西。对，很好啊。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我希望你们这周可以来。好。我想问一下丁真，就是真真，你最近演完戏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你喜欢吗？老师，我喜欢参加了这个节目，然后就后面就演了之后就越来越喜欢，对对。那你会考虑就是比如说古装剧这样吗？可以，因为我知道你骑马很好，对不对？对，可以。是要发 offer 了吗？想问一下，太好了，太好了。问一下人家的计划吗？古装武侠能打，他最喜欢。我觉得他可以，因为就是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古装剧其实是挺能够帮助到稍微新一点的演员，因为它挺靠造型，然后挺靠后期的。就是我在我的整个的后期，我是可以帮到你很多的，所以我是有考虑。你知道他第一部戏是拍的我的电影吗？真的哦，我知道。永不失联的爱，因为是在他的老家甘孜拍的。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想我们拍个什么样的电影？他说我想看甜甜的爱情。后来我就在想给他演谁呢？因为完全不会演，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设定，我们就让丁真演了丁真。是的。他在里面你可以看到他非常自然、纯粹和天然的那个表演。但是如果我要是请丁真来演戏的话，我一定要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他。那当然了，对，就是我们要看到你能够第一次塑造的这种角色。但你那个各位，我要打断一下。我的角度看他，现在大家给他一个他不一定能达到他期望的一个远景在那个地方，他的能力是不行的。现在是完全他是单纯，真的叫他进了这个行业，给他当了男一。给他当了什么戏，他可能会从那个蓝天上面砰就摔下来，可以花很长时间。你真的觉得有兴趣，你先要有自知之明，梦想变成幻想，小心这一点。他现在如果给他太多这方面的，他将来会遇到非常大的问题，有点类似那种童星一样。不，尔导，我跟你说，我之前跟你一样的想法，但是因为我跟他比较接触的比较多了以后，他不是那么单纯的，其实。不是，我非常惊讶，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对于自己刚刚这样一夜成名，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对吧？他其实回答我的是老天来什么接住什么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尔导给你这个建议，包括你也好，你的经纪团队都一定要记住，就是慢慢跑。就如果你真的可能现在你让他直接去当男一了，他可能就会有问题的，真的。其实您二位说的一点都不矛盾。尔导想的太多了，我是因为对他更了解一些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实现在的社会发展的这么快，谁现在有商业价值，制作方就可以马上拿来就用。对，我觉得是他这点我倒非常同意张萌的观点。但是你觉得他合适是可以用的。您放心，您放心，这些担心不用我们去顾虑。他能不能给他男一，或者他给他男二或者男三，那是他考虑的问题。你现在用他可能就会周期比较长，因为他那个台词他需要去慢慢理解。是这样子的，就是人家都说了，古装是有很多遮掩的，后期配音啦、服装化妆啦，跟这个不一样。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不同类型，然后。对，然后我觉得说在于，因为我说了嘛，对吧？人后期有很多可以剧集。你没事，你只局限于你的17、18岁。也不是，因为我确实是比较了解他。人家只考虑的是这部戏，我现在哪个点可以用它，哪个点可以合适，马骑得好，对，就可以了。至于他今后发展，他能不能成为巨星，关张萌什么事？关你尔冬升什么事？是，对不对？我应该。对，你说的对。你现在赶紧让人，你说的对，赶紧让人火起来，有什么不好？对，说的对，因为我可能就对他过度担心，有点杞人忧天，他太单纯了，所以我应该转成去关心他就好了。我觉得尔导是非常有责任心的。还有一个，我觉得，所以你的新片用它是对的。那要看什么片子，李老师。但是我想说，有一点是你们都不知道的。
就是我知道的，就是丁那真的。你知道的只是他拍的你让我说完好不好？你知道的只是他拍的你那部戏。我的意思就是你别说了。这么呢？为什么不能说呢？我得把它说完。我就想说，给人孩子丁真，更多的机会有什么不好吗？我没有不给他机会，我也没有拦着他。那你现在拦什么呢？我就是聊我心目当中最真实的丁真。当时他们在那吵的时候，我的腿都发抖。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然后我就慢慢的摸索，慢慢去学吧。因为他今后我们发展制片人要用他，不关我们的事我们肯定需要更多的了解。人家张萌要用他，那就用他就完了。你来，拦着我当然很开心。哎呀，你让人家把话说完。没必要说完了。哎呀，你要非要说，那我可以走。哎呦，跟你有啥关系？人家没说你，人家说的丁真。我的观点是，他既然来了，他热爱，又有制作人给的机会，咱们大家就帮着他一块做什么。至于他今后做成什么样，也是他的一段经历。不要现在就设想，这不是我们超越班所考虑的。我特别感谢李老师，我觉得大家头脑风暴真的是特别好，我非常支持你用它，特别对。然后其实我可能因为自己是演员，然后我也比较就是敢用一些比较新一点的人。所以，比如像真真这样比较新的演员，那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比较能够突出他的优点，就像您说的，比如骑马呀、骑射呀，甚至可能和他本人的性格会有一点贴近，但是不能是完全一样的那种。然后再加上我要提前给他做训练，帮助他进入到这个角色，最后给大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吧，争取是这样吧。但是我就想说，他一定比你想象中要聪明。哦，你看，原来是在夸呢。那我先发个 offer 吧，好不好 ？OK。后面古装戏，来，先发一个，发一个。来，真真，来，今天因为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是成熟了很多哟。恭喜你。好，谢谢。好，好了，你欠我们一顿饭了啊！恭喜。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忍不住，我很想问丁真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播完《白蛇》的时候，我看到网上对丁真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放生吧，它本来就属于草原，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放在这个地方，让它去演戏呢？我觉得这句话是大家的一个疑问，它是一个现实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那么我想知道的是，丁真，所有喜欢你的人，其实都是喜欢你最初的那个样子。我是丁真，我今年20岁。很有可能你因为当演员会失去很多喜欢你的人，而且路不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你要怎么去面对？老师，因为这个事我也看到了，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我人生的一个体验，很多东西都是对我来说是有挑战的，然后就也有很多的学习的东西。我可以学习，我可以不停的去努力，但是我觉得我也不可能一辈子是真的，我也觉得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以后这话说的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丁真，好的也好，坏的也好，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以后的道路是啥样的。希望就是这人生当中尝试更多的体验吧。哎，我特别感动啊，真真，那你请坐。因为刚才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说你到底喜欢不喜欢演戏，就是这个很重要。然后虽然有粉丝有网友会对他有期待，但是我们的人生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对不对？我们不能剥夺他，他不能是被动的。其实你说真真他今天想要演戏，那我作为姐姐，我再给你发个 offer， 我不管，就是没有。我说实话，真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被大家绑架呢？为什么呢？对吧？他为什么不能有不一样的人生呢？他已经站在大家面前了，他已经来到这个舞台了，那我们就开始从一个小切口试嘛，对吧？而并不是因为个别网友说了点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只能回归草原。
这可能也是就是我的性格吧。他不会的，他不会的，他非常非常的明白自己要什么。刚才的那个就是我永远不可能纯真这句话非常精辟，太牛了。我再告诉你一句话，不管别人喜欢不喜欢，你先问你自己喜欢什么。我可以讲，丁真我跟他相处啊，你刚刚讲的说不知道以后变好还是变坏，我告诉你，你永远不会变坏，因为他这个人很有责任感。我问他你现在在赚的钱怎么样？他说我第一个我很希望回去让我的表妹能够念书，第二他说我责任很大，因为我背负住我的家乡，所以他这个是他永远不会坏的。对，真的。加油，今天！加油！谢谢，做自己就好。谢谢。很好。再给那个小童一个。哇！小童性感戏，我觉得真的我挺惊喜的。谢谢萌姐啊，我觉得你可塑性特别强，什么角色应该都可以。谢谢萌姐，谢谢。然后我最后再给首尔一个吧，我这是最后一个，咱们就多合作吧。谢谢。然后在这部戏上，我觉得我可能发2个 offer， 就是于晓彤和钟丽丽。好棒！可能是类型片里面的重要角色。谢谢老师，谢谢，看到你们好的表现，谢谢。谢谢。好开心！哇，今天是我来超越班被夸最多一次，我是太开心了。上一次因为他们说我是最不想合作的演员，然后这次都给了我片约，我说天哪，这不就是那种很暗爽？说实话啊，简直不敢相信。然后当时真的很想拿我的片约来煽风炫耀一下。对，好，再次恭喜大家！哇，谢谢。要谢谢我们制片人，谢谢老师，谢谢监制老师们。无负担超好喝，本节目由无负担超好喝的碱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本栏目由进口旗舰大6座沃尔沃全新 XC90 指定合作播出。啊，你们其他的可以退场，但是有4位要留下啊。这个刘雨欣、李慕辰、许绍洋、宣璐，没有演上角色的，你们要留步，好吧？好，其他的可以去休息了。好，辛苦。好，4位，我看你们有点失落的表情啊。那你们都没有选上这个角色，现在怎么有什么感觉啊？自己有没有什么话想问我们导师？有什么想抒发的？我是知道，因为你每一次就让人家的，你呢？我是2个角色都被换掉了，山海情的水花的妹妹和墨雨云间的婉宁公主。孙露呢？也都努力了，然后被换了。山海情也去试了，妹妹和水花都试了，然后墨影间那个苏芳菲也试了。那你现在看完了整个的片子，你会有觉得，就是选他是对的，还是说其实你也能做到？对，我觉得我也能做到。但是我今天的感受就是，我通过今天看片，然后看到大家不同的演法，就吸收了很多新的这个不同的方式。因为我去演的话，我可能只能想到我想要的方式。那你理解你输在哪了吗？我知道，就是我水花那天，我觉得我因为是第一期去来录这个，然后我的心理压力特别大，就是可能就思想上受到影响了，这是我就是当时演的时候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截取这个非常这个重要片段去马上演的这个方式，就是对于我们这演员来说压力也非常大。你是以前没被换过是吧？没有。很好啊，来这里就尝试被人换了。对，第一次尝试了。好，演员应该这样。没错。对我自己也会那个多争取的。我这个人就是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就是我每一天我都可以重新来过。然后就是老师下面有各种就是差不多适龄的角色，我还是会去努力争取的，不怕。好。我觉得看完所有演员的今天的表现，只会让我觉得我需要更加努力。可能真的是这一次是我第一次碰到说立马来我就搞定，我很少会这种机会。临场经验很少这种机会。比如邵阳，你就是你永远都说了头那么漂亮，你去演一个上海情怎么演？对不对？其实那天你来选校长的时候，我已经很惊讶，你肯梳一个哇很校长的这种造型，我就你已经把身份可以
拉下来去做那个了。那个时候我就有想过选你的。谢谢。那节目组那边，哎，我们那个有些纪念品拿来，赶快。纪念品。安慰奖，安慰奖，安慰奖。偏约，安慰奖。来，我们来，那这个是宣洛来。谢谢二导。越努力越幸运，珍惜机会。啊，莫忘初心，没有白走的路。其实我们拍戏的时候，每打一次板，就是一次机会，所以大家要掌握那个机会。好的，谢谢，加油，谢谢苹果老师，谢谢老师。好，开始。你怕了吧？他们都杀光，没有感觉很晋江哈。本周挑战继续，艺员们又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如果还有一张，您会想给谁？还有一张，我给他。我跟你一模一样，我也认为这次柯纯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终于有一个，谢谢老师。啊，全是空白的。柯纯让我看到了这个词条当中的这个表现。对，大家有了。这是我拿到第1张，很开心。谢谢西子，我觉得西子跟我都是很勇敢的人，就是我们至少即兴的时候知道要干什么，就碰到一个同频的对手演员，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必须得拿下呀！该本王出场了。我要演的题目是邪魅一笑。好，准备。嘿，我这正等着你邪魅的一笑呢。你压根儿就没笑啊！笑了呀，现在笑了，莫名其妙。邪魅一笑不是寒光一闪，你演了一个邪魅一闪。你这一下把俩都演了，必须得拿下呀！好，下一个。什么事？好，停。你对空气那喊管什么用啊？再回到他这儿来，寒光一闪多好啊！设计的又是不完美。下一轮吧。什么？主母私通外男？就像你在江南外事的女子的命脉一样，掐得刚刚好。停，没有啊，你在哪儿闪呢？下一轮吧。邪魅一笑还行。预备吧，这卡等于预备吧。好的，下一个。还可以。OK， 可以。还可以啊。过。希望。我可不可以演另外那个？女老师，来，你讲。邪魅一笑失败了之后呢，我就想着我必须再争取机会试一试，无论表现的如何，也要争取每一个机会。开始。求求你，不要抛下我！求求你，不要抛下我！求求你，别抛下我！还行，那就发了吧。找两个出。发了。好。谢了。谢谢韩磊老师。走，来。要不咱俩去演段宠爱吧？走，呀打呀。这样。哎，你要陪我先去那宠爱给你的。不是，就这样，就是我说我走，这样就不劳动，然后咱俩甜蜜一下，简单吗？你觉得呢？这宠爱走。
冷啊。嗯。来，给我。还是很冷。还是很冷啊。嗯。这样呢？这样呢？这样就不冷了。啊，回家，回家就不冷了。走。明显李牧尘演得非常好，就是那种宠溺到都已经享受的不得了的那种。男生也不错啊，温柔宠溺他都有的啊。看到他真的好像很爱他那种啊，他们这个表现 OK 的，我觉得。发。都发吗？可以啊。哇！巨开心，感觉我都蹦起来了。没想到接二连三的又拿了第2个戳，就对自己有了一些的肯定。我完成了，我真的做到了。你有2个了？嗯，哇，厉害！一个都没有呢。谢谢二导。姐怎么样？你给我画的？对啊。你画的？对啊。好看吗？太厉害了！妈呀，丁真，你是打开了天灵盖的你。以心来讲，你的变化相对少了一点。好的，老师，我知道。应该要进步讲。我会愿意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啊。爱人是不是可以这样笑？好，那孩子有一个生活阅历，你眼睛有东西，对不对？好，过，拿来。哎，他已经2张卡了。哎，不用给了，他这2张就已经合格了。可以给，为什么不可以？我们应该鼓励这种好的，你知道吧？谁让你们演不好，是不是？谢谢雷姐。又来2个题，一个傲娇对峙，一个是风感破碎感。好，满眼是病态、执着与戏谑。好，我演这个，我就要演这个，我一定要演这个。病态帅，病态跟变态只差一点嘛，就病态没有变态那么病态。对峙就得2个人了，这1个人可以不好对峙。哎，来了，请坐。我先来。裴郎啊，裴郎，我为了你抛弃故国，放弃了所有。你的心是铁做的吗？裴郎没有来，今天所有的人都得死。我觉得演的挺好的，挺有层次的。哇，他我真的觉得挺好的。救命啊！因为他的行为表现出来了，大家都同归于尽吧。就是那种恨表达出来了。你的情绪比偏执戏谑好像还多了一些东西嘛？对，情感蛮丰富的，对吧？可以，挺好的。谢谢老师。恭喜！就拿2个。谢谢老师。我告诉你，我要当爵士剑客。你不相信我想当爵士剑客是不是？我一定会成为爵士剑客的。演，你说那个，就是一直想演侠客嘛，我一直想演西门吹雪。我叫西门吹雪，你叫叶孤城，怎么样？我喊一个叶孤城，你说西门吹雪，聪明吧？是吧？这大脑，哎，这大脑是啥？我跟你讲，编剧啊。来吧。我要演的是3分不羁4分挑衅。你是什么？西门吹雪。你的词条是什么？
我是西门吹雪，哦不是，词条，我的词条是满野的不屑。好久不见，西门吹雪。好久不见，夜孤城。挺好。完了。你们俩怎么特别像？我觉得你爱上洪瑶了，你就是你们俩自己不想笑场吗？想。对，为什么？这是什么化学反应？纪凌尘，你怎么了？你小考爱上了吴镇宇老师。老吴，好不好？求求你了，可以吗？觉得他是你的前妻。你不感觉他看你的眼神有点拉丝吗？就是我看他看我的时候，我说，对啊，他没有那种，就是有那个，他没有不屑是吧？完全是欣赏。你俩还是拆对吧？不好意思，因为我头2轮你都没去我们那边啊。我今天生病，我发烧了。都多有机会，怎么会？是啊，我们等了好半天呀。啊，我都准备好了。来吧，来吧，准备开始。郡公爷。是妾身呐，来，把药喝了，喝，喝，你喝不喝？现在府里管事儿的人是我，我说让你喝你就得喝，就算是毒也得给我喝下去。来人，伺候郡公爷继续喝药。我觉得你整个这段表演是挺好的，还是有变化的，对，而且有层次，也很完整，节奏也很好。好，你的卡呢？那我的卡在这儿，谢谢。李一晓啊，他在戏曲功底里边专门要练眼睛啊，想让他展现眼神的变化，那他当然得心应手了。好，谢谢。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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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练练。今天没有和其他人一样每个话题都去试，是因为我今天确实身体不舒服，所以我觉得我能够有把握的，我给找2个我去演一下。老板，老板，别赶我走，我已经无处可去了。老板，你。呸！什么玩意儿？顾老二，害我落入这般田地。这个王八羔子！都给我听着！顾老二当朝新贵，顾老二丧尽天良，始乱终弃，把我赶出府。他还想找儿子，他还想找儿子。顾老二，你儿子早就死了，你早死了，我的孩子就在我的怀里断了气。看，好，你是我今天看到过演的最好的。谢谢陶姐，
节奏啊、剧情啊、人物啊，所有的细节都很好。谢谢，真的没有办法不给哦。谢谢尔导，谢谢涛姐，棒棒的，棒棒的，棒棒，棒棒的，真棒，谢谢，棒棒的，太好了。重温了一下我在《知否》里边曼娘的一个重要的片段，听到了涛姐、尔导说好，我当时哇，我觉得信心十足，我觉得我生的病都好了。这看得我得缓一会儿，太打动人了。我真的给他这场表演100分，我甚至觉得他那一段演的比他原剧里还要好。哎呀！因为晋江文学它有很多文字的描述，大家是非常期待这种画面真实的呈现。就你的对手演的这个无奈、脆弱都演出来了，其实还可以啊，给他一个。好的，其实这些形容都是能够用演把它给演出来的，虽然会有一些浮夸，但是它能够锻炼所有演员。能不能让娘娘容下，是嫔妾的本事。这次所有人的表现基本上都是好的，你来做。整体来是比较轻松了，没有上次压力那么大。我跟他们说，最重要一点，总会得到一点东西吧，因为最能学到的，就是临场的这种能力。你几个啦？我一个，你呢俩。没事的。你2个都是假。你有什么让我给你答？我给你答。破碎感。答什么？破碎感。对。你想怎么破碎？走，去那边吧。好。好，来。星儿，快，赶上了。星儿。好漂亮。是，好漂亮。哥，我说了吗？你多带我出来，我的病就好了。星儿。哥只有你这一个妹妹了，那么大的院子，哥不干。哥，我想吃村口王姐家的那个豆花干，好好吃。那个糕好甜。吃起来软软的，好吃，好吃，好吃。你帮我拉钩，你会当上捕快的，是吧？会。哥会。哥会的。好，很好。他最后那个哭那一声音，那个我给他加分。看的是挺让人心碎的。也挺好，过来拿。好，柯纯，恭喜你，导演要给你一个。
哎，你那个泪腺改装过的是吧？真是感受的，感受啊，感受的。啊，你那个果然厉害啊！谢谢老师。哇 ，nice，咱俩可以啊 ，nice 哥。来，往后 ，nice。刚才那太伤心了，刚才那真的太伤心了。谢谢西子。因为他相信了，所以我相信了。就是我把他背在身上的那一刻，他的身体的颤抖啊，包括他的气，就是磁场从丹田散发出来的那种气，接收到了，然后就相信那个人物了，然后就是真的很有感染力。谢谢。没事儿。哎呀，哎呀妈 ，sorry， 怎么样？怎么样？红瑶，走吧。走吧。开始。我求你救救他。好，我答应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嫁给我，日后跟他一刀两断。为什么？明明是我不爱你的，你要一个只有躯壳没有心的女人，有何用？没事，没事。你只要在我身边，我相信日久生情，我相信一久生情，我相信日久生情。不要，不要！好好听，完了，他们那边是什么？什么是破碎？哦，你们是破碎还是对峙？破碎感。破碎。咱们这边是对峙。我们是对峙啊。我俩是破碎。你来错，你跑错片场了，去那边。破碎去那个组去。来错组了，对不起，跑错片场了。我说怎么那么奇怪？我俩演错组了。太牛了，你俩真的。你呀，李云晨，你就演吧，啊，正常点吧，我求求你了，你正常点。我们俩其实平时拍戏的时候他不这样。我求你了，好不好？好不好？好，答应你也不傻的，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嫁给我，从此以后跟他一刀两断。他一刀两断。你知道的，我根本就不爱你的。你要我一个根本就不爱你，只有躯壳没有心的。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不要！对不起，对不起，没事的，没事。答应你也不傻的。看着我，嫁给我。我答应你，我救他，你说好的。我不傻的。好，来，可以了。好。层次够丰富的哈。我其实还挺喜欢洪瑶的整个的一个变化的。你看着心爱的女人，你还是想让她嫁给你，但她答应嫁给你之后，其实你低下头的那一刹那，你也是很心痛、很破碎的。但你再看到她，你也觉得，就是我喜欢你的层次。我觉得其实你比她难演，但你们俩都演得挺好的。这个东西就像真的是相互的。那李慕晨今天状态好啊。啊。
我刚刚里面你有几个表情，有些情绪很好。谢谢儿的，我给你啊。谢谢儿的，挺好的。谢谢。挺好的，挺好的。这关键真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都破了多少层了？我今天心理建设真的一直在为自己加油鼓气，就发现自己不停的在进步，就是很一直挣扎，一直挣扎，最后挣扎成功了。我也是。我居然拿到了第3个戳，这简直就是不敢想象、不敢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而且我也没有想到，原来我也可以得到老师的认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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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开心和兴奋。没人了吗？那好，我们这一趴就结束了。沈玉荣2选1。沈玉荣即将活埋妻子薛芳菲，面对曾经深爱的人，他犹豫难舍，内心充满苦痛与矛盾，但权势的诱惑最终让他痛下杀手。来备，开始。沈玉荣，你一纸休书，我即刻离家。可你们为何如此狠绝，要让我名节尽损，还要我葬身于此？我没得选，他想碾死我们，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阿丽，闭眼。沈玉荣，你如此对我，就不怕我爹和我弟弟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你马上就会和他们团聚了。他们怎么了？薛公因贪污被判死刑，你弟弟在看你的路上遭遇了土匪，疑似无葬身之地。对不起，这辈子是我负了你。Cut， 好看。我们俩决定定红瑶。谢谢老师，谢谢。因为从年龄感的角度，形象的适配度，我跟刘涛老师都认为会是延安，但是一演起来，就是红瑶真的发挥得很好，很细腻。我想看一下。可以。不服？我不服。我不服。行啊，给延安看一下那个红瑶的回放啊。要让我名节尽损，还要我葬身于此。我没得选。我看一下之后，确实是洪瑶老师他演的这个层次啊，我觉得都是要比我的更丰富一些。他把这个人物所有面临的这个矛盾啊、人物的心理啊，那个全部都演出来了。其实我也做了准备工作，但其实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没有那么好嘛。那你咋办呢？我学习一下子。还有他有一个先天条件，就是他一定比你了解这个剧本。是不是？他说了，他说大词儿，就是他。但肯定在家在这儿，对，词儿都一起对，分析过剧本。你现在是一个快乐的小女孩。我动。今天下午我可以去竞争一下，我很高兴。因为我来超越班最想竞争的就是墨雨平间这种古装戏剧组的角色。今天紧张吗？我不会，我演戏不会紧张，我只会很兴奋。兴奋会就是有过的时候。怎么这么脏啊？我觉得我做好最好的准备，付出我最大的能量。高手过招才是华山论剑。那我可以按原片那么演吗？我买。今天拿到的角色就是我最喜欢的婉宁长公主，所以我是很珍惜这次机会的。你可以转，但别一直转。对，一直转呢就没有什么情绪了。我更不会跳舞，我就是瞎晃悠。这是李慕辰吗？对。要这么扮演的，确实要强于希望啊。我觉得他很适合演古装哎。其实演之前我考虑了很久，是不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表演出不一样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原来的婉宁公主演得特别好。
活马，跪下，乖。所以我很想去够一下。怎么才回来？上场公主等了这么久，这像喝多了。过来吧，跟我说说，你今天都做了什么？我把学房费还买了。标准的短剧啊！哎呦，说实在的，李牧尘往镜头前一站，确实形象非常好。但是演员只有形象是不行的。第一，他的短剧的一些问题又出现了。活埋？没有公主这个身份，轻飘飘的。我只是想让你降他做妾，我做你的正妻。第二，在表演上就是把词儿说完就完，没有变化，没有深度。哪有这么歹毒？我有吗？我刚刚一开始有点没站住。你永远站不住，因为你没基本功嘛。我刚刚一下没站住。是他的是希望吧。好，来，我们拍了啊！我特地没有去看这个片段，我不想给自己心目中有别的演员一些印象受到一些干扰。开始。怎么才回来？让长公主等这么久。嘘。怎么这么脏啊？过来。这么晚，去干什么了？吻啊，是吧？我把学房费还买了。你怎么如此歹毒啊？那舒服多了。有质感吗？你授意我母亲和妹妹设计毁她冥界，不就是逼我下手吗？我有这么歹毒吗？有吗？好看。哎呦，这个好，内容对吧？好了，你先别在这儿，我们商量一下，好，好吗？高下立判。高下立判。他们可能更喜欢那个就是变了的那种，不喜欢原版。你肯定。我就是按李梦那种。你按李梦的来干嘛呀？你又不是李梦。我觉得李梦演得很好啊。这有一个什么问题？我俩下午拍的这一段，我们都是按照正经表演演的，所以就是如果要这样演，肯定风格不统一。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咱们要是这小片段跟人原片一模一样，那咱们拍它干嘛？我太喜欢那个李梦演的那个东西了。是吗？那你想模仿？模仿不了。来宣布了，宣布。我们还选择是希望，原因就是我觉得希望是有表演有层次感的。就是牧尘还是太表面了，就是你只演了就是剧本提供给你的一些点，但是演员一定要二度创作的。老师，因为我其实这个就是演的，我还是在够原版的那个演员的方式去演。那为什么呀？就是这场戏感觉处理成原来那样，就感觉很有可看性。原版是你演的吗？不是，那是另外一个演员的处理啊。不管他好与不好，那是属于他的。那你作为演员，你必须需要有你自己的处理吗？模仿是表演的一部分，但是不是表演的全部。没演到，真的觉得特别的可惜。那我有没有办法再按照自己的方式演一次？功夫是用在下面的，妹妹，不是用在这里的，好不好？对吧？你在这跟老师掰扯有什么用呢？
弘扬，来弘扬来咱俩说一下。今天一堆 PK 掉的人呢。没事，没事。下次长记性了。对，没事，人家姐姐也确实经验久，也演了很长时间了。但是没事，我们还有好长时间可以去练。咱们也演上个几十部戏，也就那样了，对吧？就是我一开始的方向，它就错了。我们叫超越班，不叫模仿班。对呀。李晨如老师说，我们这个叫做无限超越班，不叫做无限模仿班，所以不要去模仿别人，而是要想办法超越自己。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对，所以还是要多想想如何从自身发挥去诠释角色。现在呢，我们要开始的呢是年代剧的试镜。年代剧在座的同学们都应该知道哈，从小家到大家的故事。所以这次希望大家用你们自己讲述你们自己的故事，看看会不会更加让我们有一些情绪发酵。来，进来。你来。丽丽，来。就是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家里的故事。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因为我出生在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从我记事以来，每到七夕还有2月14的情人节，就是我都会吃到巧克力在家里面。然后我小的时候呢，不觉得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就觉得哇，这一天我就可以吃到巧克力了。然后呢，直到长大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是我爸爸，就是每到这个节日的当天早上。很早，他先跑去，就是提前买好一大盒巧克力，然后放到家里面给我妈妈，以后他再去上班。我长大以后，我就会觉得，哇，这么多年了，因为我爸爸，我是老来得子嘛，然后爸爸年龄很大，都60多岁了，就他还是在做这件事情，每一年就是没有一年是断过的，我就觉得好幸福啊，然后也很浪漫。然后直到就是后来我爸爸离开了嘛，离开之后。但是我还是会一直给我妈妈点巧克力，每年就是我会记着2月14还有七夕节，因为我不希望，我爸爸离开之后，妈妈就收不到巧克力。对，很好，哎，真是让人羡慕的。现在有多少父母能够是这样的？大概少之又少哈。我父母就是这样的。你父母也是啊？对，家庭幸福确实让人羡慕哈。给大家说一段我的经历。我小时候成绩特别不好，我是一个比较调皮的孩子，然后我爸爸也是拿棍子追着跑。2年级、3年级的时候，我考试又没及格，然后我就坐在教室里，我看那个试卷，我不知道往哪儿走。那个时候就冒出了一个想法，就离家出走。离家出走，我又不知道躲哪儿，我躲别的地方，我又怕被人贩子拐走。然后我就躲在那个楼顶上，楼顶上的时候，我就听到我妈他们在楼下叫我的名字，因为很晚没回来，就说以前的名字叫康康，然后就很康康，就是从开始很生气的，就是以为我又玩过头了，没回家吃饭，很康康，到后面就是带着哭调喊我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了。我在楼上的时候拿那个试卷，不会吧，现在都要哭了，一会儿打得更狠。然后我就自己跑到那个门口去跪下，然后我就看到我爸扶着我妈上楼梯的时候，我就在想完了，然后妈冲过来抱住我，就抱着我哭。我爸就问我干嘛去了，我说我成绩没考好，我说我不敢回家。然后我爸他就跟我说了一句我人生中特别重要的话，就说如果你不是块学习的料，那我就不会强迫你了，我只是带着望子成龙的希望你可以按照我们的预想长大。然后如果你真的不是这块料 ，OK， 那我们换一条路，你以后去做任何一个事情，你做一个厨师都 OK。这就是我的故事，很平凡的一个故事，但是对我人生中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好。生活大多数是平凡的哈。你对你生命有一个转折点。你能拿得出来跟人分享，也是对你很重要的一件事哈。我觉得很好。
各位老师好，我今天讲的故事是我一个表妹的故事。以前的话我就觉得上不上学那些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主要是过自己的生活就行了。然后后面我就出来，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妹妹在上学，然后就后面他们家里的人就不让她上学，然后就让在家里帮忙干活。然后后面去年左右，妹妹她自己跟我说她想上学，然后我说可以啊，她就给家里人说，然后就家里人不同意，不让她去。哦，你不用上学啊，你现在帮家里啊，去挖虫草啊，挖松茸啊，怎么样，家里不容易，怎么样。然后后面妹妹就哭着跟我说她想上学，她想学一个技能，她自己就希望她自己以后能生活当中用到，说可以啊。然后我就给他们家里人说，妹妹的所有的费用都我可以出，然后我就让她学做饭，因为我希望就是她以后的日子过得更好。以后不仅仅是我的妹妹，其他的比我小的所有的小孩都，以后希望他们都能上学，然后叫他们都能开开心心的看到更大的世界。谢谢你。你妹妹现在毕业了吗？现在还在学习。对，学什么啊？川菜。你连学费到生活费都得给她？对，我每年都给她。因为对，然后就我希望就是，以后就她自己希望，她能去打工，对，挣点钱哈，挣点钱，然后就她自己过得更好吧。好孩子，来坐，请坐。好。于雨涵啊，老师好，我叫于雨涵。在我的认知当中，其实家并不是爸妈组成的，因为我从小爸妈就分开了，我就没有感受到过家庭的温暖。后面我进公司了，初一开始我就一次只回一次家，其他的时间都在公司宿舍住。到了高中，因为宿舍不够用了，当时公司的办公室就临时安排了一个小房间，然后搭了一个床，让我一个人去住。因为有一次晚上重庆刮台风，我在床上玩游戏，玩着玩着那个门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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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以为是有人来找我了，我以为他们真的来找我要嘎我，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没有打给我爸爸妈妈，因为我就对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依赖，我就打电话给老师，然后呢，当时已经是凌晨12点，我躲在被子里，就这样全程把自己捂着。当他把我被子打开的一刻，我真的觉得有种很幸福的感觉。我第一次感觉到被人爱是这么幸福的事儿。到后面有一次印象我特别深，当时我们录完东西，想一起去打个篮球，但是公司当时因为有点晚了，不让我们去，我们就自己悄悄的自己打车自己去。到了篮球场之后，公司发现了，然后他们的爸爸妈妈都给他们打电话让他回家，但我爸妈没有。我当时就有种挫败感，就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妈妈，谢谢。于雨涵他说的时候，我哭个不停。他很像我儿子了，我就觉得，就是他比我儿子只大4岁嘛。就是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真没想到，他说的时候，我是觉得，哎呀，就是那种心疼吧。但是我觉得今天你讲得出来就很好，因为我们也不理解你，
你刚刚讲完了，我们就比较理解了。对了，其实你刚刚讲那个遭遇听起来很痛苦，但是我们感觉你很幸福。幸福在哪里呢？你所有东西从零开始，从掀起那个被窝看到你看到那个人，你就感觉这是人生最开心的。对。我发现你最好的好处是，你会感恩，会珍惜。你感恩刚刚那个先辈子那个，你珍惜一般跟你打篮球的兄弟。这个以后你抱着这个态度，对，以后你多红，你都有这个心态的话，你一定是巨星。之前我觉得你不起眼，但昨天你演的那个赵元那个，每一个眼神、每个愤怒、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爆发点。用在戏剧身上就是最漂亮的表演，所以有时候坏事是你觉得的，因为我看他的笑什么什么，你看，如果你没有这份经历，我怎么可欣赏你的表演？你拥有的且别人没有拥有的，用在表演上啊，用在你的事业上啊。加油加油啊！加油！老师好，其实不能算是一个故事吧。我觉得每个人因为讲到家，都会有很多的生活经历。我这个也属于我的一个小小的生活经历吧。我小的时候呢，是跟我外婆住在一起的。我妈妈是再婚的，所以我没有亲生的父亲，我也没有见过他。我小的时候呢，也经常被嘲笑什么。有时候我就会觉得非常孤独。我小时候有一个习惯呢，是去天台上看云。高兴的时候，我也到天台上去看看云。有时候看到云从头顶上过去，我小时候是有跟云聊过天的。然后不开心的时候呢，也到天台上去看看云，觉得内心没有那么孤独。然后我在那个天台上有一个小小的角落，一个非常犄角旮旯的地方，我觉得只有我知道那个地方，所有人都不知道。然后每次上去呢，我就坐在这个角落里。后来呢，等到我长大以后，我以为就是这是属于我的一个秘密，就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吧，就是我会在那个非常角落的地方去看云，我认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到了我很大的时候了，我外婆得了阿兹海默症，其实她那段时间是谁都不记得了。我小名叫小娟儿，有时候大人们就会跟她聊天，因为老人老了得了阿兹海默，其实很需要别人跟她聊天的。有时候就会问他说：“妈妈，你记得那个金明吗？就是我舅舅的名字。”我外婆说不记得。然后又会问他说：“你记得梅梅吗？我妈妈的名字。”他说不记得了，因为我是他带大的，他们总是最后一个问你记得小娟吗？我外婆说记得。然后我妈妈说小娟去哪儿了？我外婆说在天台上看云。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我每次不开心上去看云，其实我外婆都有在默默的关注我。哎呀，对不起。因为他自己经历过的事儿，而且这个事儿在他内心深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所以他不能碰。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电影的一段。谢谢老师。就最后我其实是，想说，就是在问他的时候有一个希望，只要还记得我，就觉得他没有忘彻底。但是终于在后来就是在问他的时候，他也不记得我了。婆婆最后还记得你那个时候，你几岁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我都生完我多乐了，到最后不记得我的时候，已经多乐大了。然后我外婆前几年已经去世了。谢谢老师。大家好，我是于晓彤，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一个我自己生病的故事。19年的时候，我去国外玩，然后呢，我就发现15天之前我的头就特别疼，脉搏一跳呢，就头炸裂一样疼一下。我就找了一个当地的会当地语的朋友带我去医院，大夫说是贫血性白血病。我就找了一个当地的会当地语的朋友带我去医院，大夫说是贫血性白血病。
我当时懵了，那一瞬间呢，我第一想到的就是给我爸、我妈打个电话。那会儿是凌晨4点钟啊，因为我呢从小是跟我爸妈是一个什么关系，就是不会说我爱你，也不会说对不起的，或者是我的工作你们听不懂，不要听，啊，你们问我就啰嗦，就那种。然后当时我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爸和我妈在大连有1分钟没有说话。我就听见我爸的鼻涕声说了一句说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过年之前一定回去。我说爸，我死也死家里，你放心。然后我就躺在床上，我说我那会儿的害怕程度是没有的，没有害怕，只有懵。躺在那儿，哦，我当时还有一个职业病，就是哦，原来得了绝症不会哭。早上之后，大夫冲着拿着换药单进来说：“对不起，我们误诊了。”经过这次事之后呢，我跟我爸和我妈的关系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情绪的问题，我没有接电话，然后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说：“爸，你别烦我。”我说：“我真的不想接你的电话。”他给我发了这么一整条。我那天打开看了一眼，我直接绷不住就哭了。它上面大概写的是说，自从你上次被书写的事儿，你所有不接的电话或者你的情绪，我都会很揪心。这是我第一次跟你讲这个事儿，也是最后一次。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很担心你，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跟爸爸说话？那会儿我在北京，屋里全黑的状态，我给他回了个微信，我说：“爸，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跟你说话，我错了。你给我点时间，我打给你好好说。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在自己觉得自己挣钱能养家的时候，对父母不担心，或者你觉得你的工作父母听不懂，不想跟他们分享？其实你最应该分享快乐的就是他们俩，因为他们俩是最爱你的人。还有一个事儿，我想说的是，他们在你这个年纪，30年前，也是一个怀揣着梦想的少年。他们的梦想，他爸妈可能也听不懂，但是他们也是有梦想的，梦想都是一样的，只是东西不一样而已。我想说的是，当父母有一天包容你的情绪了，害怕跟你讲话讲不对了，或者看你脸色的时候，就代表父母真的老。所以我感谢这次让我重生的机会，我拿我19年之后所有的时间，好好爱他们。谢谢老师。好，谢谢。补充一下，刚才他有个心理动作让我已经猜到他是一个误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形体是表？我没有。有，他的突然间对于这个想讲那句说话机的那个轻佻，生命的故事，我就知道他是一个误诊，所以我会留意所有人，我会猜我们观察人为什么要你看他的，对，好，来吧，讲一下。哎呀，我要讲的一个事儿也很简单，就是关于家人的一个事情。我从来没有在一个特别正式的一个场合感谢过那个人。那他呢，就是我的哥哥。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然后当然我那个时候长得比较高嘛，我就会经常欺负他。你想一个弟弟会打哥哥，你知道吗？因为我可能长得很高，我就经常有一次我把他那个拿个石头，我就把他的眼睛给差点砸瞎了。然后后来就没有怎么联系了，直到我后来上了就是初中，然后那个时候才跟他再有联系。后来我上了高中以后，我没有钱，我也管我哥哥要钱，我也管我哥哥借钱，然后我哥哥就虽然他嘴上不情愿，然后呢，但是他每次都会拿钱给我。再后来我就读了大学以后就出来做模特嘛，就开始赚钱了。但是我哥哥那个时候就不联系我了，就是我也觉得他好像就不联系我，我就一直没联系他。后来直到我有一段时间出了一些事儿，然后家里出了一些问题，然后我管他再借钱，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借给我。你想我要的钱还是有一点多嘛。我哥哥其实没挣什么钱，他就是一个普通上班的，
但是他还借给我。对，然后我想跟我哥哥说，算了，太好了，太好了。纪凌尘老师，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就是不会外化自己的个内心情绪的人吧，就觉得他是一个平时生活中也比较快乐的那个。但当他讲到他哥哥就是也没什么钱，然后把钱借给他，然后他的那个真情流露，我当时是被打动到了。早上好，我是洪瑶。今天我想分享的，其实我一直在三犹豫，要不要去讲一些我藏在我心里很深的一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开的事情。对，我和我的奶奶一起长大的。因为小时候我爸爸常年不在家，去做货运的，所以是经常出差。奶奶是离异家庭，我没有见过爷爷；爸爸也是离异家庭，我没有见过妈妈，所以一直是我们三个相依为命。上到差不多快高中的时候，我爱上了跳街舞，可能是因为爸爸一直说，你就找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就一直做下去就好了。他是一直在支持着我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就爱上了街舞之后，有一年我就有机会去参加一些各市级的小小的比赛。我记得那是08年，我奶奶还是坐在家里，很富态的样子。她说，我小名叫鹏鹏，她说鹏鹏，你晚上想吃什么，我晚上给你做，就很常态。然后我说，那个晚上我不吃了，今天我有比赛下午，可能会聚在一起，晚上很晚再回来。我说你不要跟我做饭了。她说好，我就走了。等到晚上8点多，我比完赛，我跟朋友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爸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奶奶不行了。”我脑子一片空白。我说什么叫不行了？我大概愣了1、2分钟之后，我就知道我现在立马要回去。我当时骑着小摩托车我就到家，我爸爸站在床前看着我的，我奶奶的血管都是黑色的，我没有任何反应，我也没有哭，我去打我爸，我说你为什么没有照顾好他？他照顾我了，照顾那么好，你为什么没有照顾好他？就现在想，原来人去世的第一反应不是痛苦，是愤怒。前几年我跟我爸一直想跟他不怎么联系，我不原谅他，但是他。13年，我当时在一个电影节走完红毯下来了，我突然接到一个老家的电话，是派出所打给我的。派出所说你爸在公园倒下了，又是那种感觉，又是那种感觉。但是当时我很冷静。我第一反应是，我只有一个人，就是我自己了，我要扛住，我不能倒下。我就第一时间回到家，处理了一些他的后事。其实我一直都不接受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突然有一天，我打开他以前的那个手机，我看到我们之前的对话，我还会说他对我不好，我说你从小到大没有爱过我奶奶怎么样的，他就很平淡的去说这种事情，他不想提我奶奶的事情。但是等我缓过来神的时候，
这是我才知道，我奶奶走的时候她有多痛苦。因为她走的时候，我是真的痛到没知觉。我女朋友看着我，她会觉得我真的很痛，我已经痛到没有知觉了，这是我想分享的。对，谢谢。对，小时候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觉得不能痛到没有知觉的啊。红瑶听完他的讲述之后，就真的感觉，如果这个事情到我的身上的话，我就感觉我也很痛苦。他说：“原来你面对你最亲的人离去，你可能第一感受不是伤痛，而是愤怒。那一刻，我觉得这个就是太细节了，就是很多编剧你是编不出这样的情节的。”哎，我反正听了这些故事哈，我都很感谢同学们对我们这么信任，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能跟我们说。无论我在哪里工作，我都归家4件，我的女儿。哇，我的家呢，主心骨是我的母亲。然后8岁叫我妈，我跟我姥爷一块生活。我决定了学表演之后，我爸是非常反对的。我想证明爷爷看，其实我在我事业上面也可以更加做得更好。我们家人跟我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我可能也是不太会说出来，他们也是不太会说给我。我爱我的爸爸、姐姐，我的妈妈，我当然爱。我弟呢，我虽然会忍不住的想要告他，但是整蛊他，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特别特别的爱他。小时候是我妈妈保护我，长大之后就变成我去保护妈妈。我觉得中间有好多时间都没有陪伴奶奶，陪伴家人，我没有去陪伴他们的慢慢变老的过程。然后等我2天以后再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他就没了。你累了就好好休息吧，我吧。以前超越班，大家并不熟悉的一群人坐在讲自己故事的时候，非常坦诚的去分享，并且泪流满面。我是觉得大家真的挺敢称心勇敢，OK 了，今天呢，其实为什么有这一课呢？最重要是2件事：一，大家要看纪录片。刚才我们就看了20多段纪录片，每一段纪录片都是你们亲历经过的，刻骨铭心的，而且每一个出来表现的都是真心的。所以哭就有那么多种，哭到讲不出话，哭到讲话很含糊的，哭到清醒的，哭从内心的。其实大家可以从这里看得到。第二，很想观众再一次认识你。原来你们的成长是这个样子的，经过这一场，可能观众对你们更认识，所以还那个你很好。我觉得，我不是说你就没有家庭很好，是你这个成长让你更坚强。因为我一个人走来，我都能够站到今天，以后你会更坚强。我希望你加油。你看这人的性格你就知道了。你看丁真，你看哈林，2个讲的都是开心的，因为他的人生就开心。我那天也想跟哈林讲的，他说我去试戏，结果，我戴了眼镜去探班，人家都不要我了。我说今天我就不要你了，你一定是去了现场就哈哈大笑。哈林有一个很奇怪的特质，他很幸福。OK， 因为马上我们要拍一个回家的，是讲家，我们大部分的剧都是跟家有关的嘛，所以顺便就讲一讲这个，有帮助大家。如果选到你们了，可能你们演的时候更好。
就是今天大家的分享，过去无论是在痛苦中长大，还是在快乐中长大，其实都是一笔特别宝贵的财富，留在心中。你以后会演各种各样类型人物，你不可能你这点经历要永远用。但是还有一个，就书本里，就是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他有很多细节，所以你们以后要多读书，小说中的那些生动鲜活的人物的细节。当你这个框里东西成多了，道具多了，你演起戏来随手一抓，你就自如，随手一抓。你要框里就一个道具，越演越干吧，你就萎缩了。好，就到这儿。对。